本视频时长约52分钟，带你认识尼斯湖及其传闻的研究与探索。尼斯湖坐落于英国苏格兰高地腹地，隶属于因弗内斯行政区，是苏格兰大峡谷水系中规模最大、容积最可观的淡水湖泊，也是不列颠群岛范围内水体储量最高的内陆水域。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与地质背景，使其成为全球构造湖泊、冰川湖泊研究的典型样本，更是水文地理、生态地质、环境演化、民俗地理、第四纪地质交叉研究的核心靶区，在全球淡水湖演化研究体系中占据不可替代的标杆地位。作为天文地理与地球科学领域的重点研究对象，尼斯湖的价值绝非局限于坊间流传的猎奇传说，而是体现在其漫长的地质演化历程、特殊的水体动力学特征、脆弱且独特的生态系统，以及对区域气候变迁、地壳运动的精准记录上。即便围绕其衍生的水怪传说成为全球知名的文化现象，也需从专业视角剥离文学渲染与视觉误差，还原湖泊本身的自然地理内核。本文将系统拆解尼斯湖的核心地理属性、科学内涵与传说演化脉络，摒弃不实臆测，兼顾学术严谨性与内容可读性，结合近100年科研监测数据与多学科研究成果，全方位呈现这一特殊湖泊的全貌。从宏观大地构造格局来看，尼斯湖的形成与苏格兰大峡谷断层的演化密不可分。该断层是不列颠群岛境内规模最宏大、活动性最显著的平移断层之一，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超100公里，北起北海沿岸的因弗内斯，南至大西洋陆架边缘的威廉堡，近乎将苏格兰高地切割为南北两部分，是加里东造山运动后期地壳裂解与板块漂移的直接产物，也是北大西洋板块与欧亚板块早期碰撞挤压的重要构造遗迹。地质年代学研究显示，大峡谷断层的雏形形成于约7亿年前的前寒武纪晚期，彼时地球处于罗迪尼亚超大陆裂解阶段。苏格兰地块位于赤道以南的热带海域，地壳在拉张应力作用下产生巨型破裂带，断裂带两侧岩石受力破碎，形成了宽达2至3公里的初始构造薄弱带，岩石破碎度远超周边区域。进入奥陶纪到滞留纪约 4.8 亿至 4.2 亿年前，劳伦西亚大陆与波罗的大陆发生斜向碰撞，引发加里东造山运动，断层在挤压与剪切应力叠加作用下进一步活化，北侧地壳块体沿断裂面向西南方向发生水平右旋位移，累计滑移距离可达100公里，形成了大峡谷的初始谷地形态。这一构造运动奠定了尼斯湖盆的基础骨架，也决定了湖泊整体呈狭长带状的空间格局。后续的外应力作用均是在这一构造基底上开展的改造。断层的走向与倾角直接控制了湖盆的延伸方向与岸线形态。加里东造山运动结束后，苏格兰地块进入长达数亿年的长期风化剥蚀阶段，造山带形成的高大褶皱山脉被流水、风力、冻融等外应力持续侵蚀，地势逐渐趋于平缓。大峡谷断裂带因岩石破碎，抗侵蚀能力远弱于周边完整基岩，成为区域地表径流的天然汇集通道，逐渐发育为贯通苏格兰高地南北的古河谷体系。河谷两侧接地清晰，留存了不同地质时期的侵蚀痕迹。进入新生代第4纪，全球气候进入冰期与间冰期交替的旋回阶段，苏格兰高地先后遭遇至少11次规模不等的冰川作用，其中末次冰期约 11.7 万至 1.17 万年前对尼斯湖盆的塑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次冰盛期时，整个苏格兰高地被厚度超1200米的大陆冰川覆盖，冰川底部的磨蚀、暴蚀、拔蚀作用对大峡谷古河谷进行了深度改造。冰川运动的剪切力将谷底基岩研磨成细粒冰器物，进一步拓宽了谷地宽度。冰川在运动过程中将断裂带内破碎的基岩、松散沉积物悉数搬运，深挖拓宽谷地，形成了坡度超30度的陡峭谷坡与平坦的谷底。同时，冰川的巨大静压力导致谷底基岩发生塑性形变，局部区域下陷形成深水洼陷，这也是尼斯湖平均深度远超不列颠群岛其他淡水湖的核心原因。末次冰期消退后，冰川融水大量注入深挖后的谷地，冰气垄封堵了原有河谷出口，积水成湖，
尼斯湖正式形成，距今约1万年，属于典型的冰川构造成因湖泊，兼具构造断线与冰川侵蚀的双重属性。这一成因也决定了其湖盆形态、水文特征的特殊性。湖盆的深度梯度与冰川消退速率呈显著正相关。基于高精度多波束侧身与地质勘探数据，尼斯湖的湖盆形态呈现出显著的构造与冰川改造特征，整体为狭长的槽形湖盆，南北延伸约 36.2 公里，东西最大宽度仅 2.7 公里，平均宽度仅 1.5 公里，长宽比接近13:1，湖岸线陡峭平直，与大峡谷断层走向高度契合，体现了明显的断裂带控制特征。局部岸线因冰川侧蚀形成小型凹弯。湖泊水面海拔约 15.8 米，总面积56平方公里。虽在苏格兰境内仅位列第2次于洛蒙德湖，但凭借极大的水深优势，水体总容积高达 7.5 立方公里，超过英格兰与威尔士所有淡水湖的水量总和，是名副其实的不列颠水塔。水体储量占苏格兰内陆淡水总量的近1/5。尼斯湖的水深分布极不均匀，平均水深达132米，最大水深实测值为 226.96 米。局部区域因湖底断裂裂隙存在，声纳探测曾捕捉到疑似超270米的深洼，但后续通过多波束侧身系统与水下机器人联合验证为设备异常信号，并非真实湖底地形。湖底整体平坦，以细粒泥质沉积物为主，局部区域分布有基岩凸起与直径超5米的冰川飘砾，谷底岩断层走向存在多条刺激裂隙，裂隙宽度从数十厘米到数米不等，是地壳微震活动与地下水排泄的关键通道。这一地形特征也造就了尼斯湖独特的水体循环。沉积环境与水下声学反射特征，裂隙处的水体扰动常年存在。尼斯湖的流域地理格局清晰，汇水面积达1770平方公里，周边地势起伏较大，属于典型的山地流域。北侧为苏格兰高地北部山地，南侧为格兰扁山脉余脉，山体海拔多在300米至800米之间，最高峰超1000米。山体基岩以古老的前寒武纪变质岩、加里东期花岗岩为主，地表覆盖薄层冰器物与泥炭层，植被覆盖率超 80%， 以原生林地与泥炭湿地为主，水土流失强度极低，年均土壤侵蚀模数不足50吨每平方千米，远低于全球山地流域平均水平。湖泊的补给水源以大气降水、冰川融水残余、山地径流为主，共有近40条河流与溪流汇入，其中主要入湖河流包括奥伊赫河、莫里斯顿河、福耶斯河、恩里克河、科尔蒂河等。这些河流均发源于周边山地，流程短，流速快，河床以基岩与砾石为主，携带的泥沙量极少，多年平均输沙量不足1万吨，悬疑质泥沙浓度常年低于10毫克每升，是尼斯湖水体清澈度的重要保障。湖泊唯一的出水口为北端的尼斯河，尼斯河全长仅12公里，流速平缓，河水经因弗内斯注入马里湾，最终汇入北海。同时尼斯湖还通过卡里多尼亚运河与洛西湖、奥伊赫湖相连，形成了贯通苏格兰东西海岸的内陆水系网络。运河修建于19世纪初，历时15年完工，虽为人工水道，但并未改变尼斯湖自然水文循环的核心格局，仅小幅抬升了湖泊水位约 1.2 米，且运河水流交换量极小，年交换量不足尼斯湖总水量的 1%， 对湖泊本体的水文节律无实质性影响。从水文类型划分来看，尼斯湖属于寡营养型 oligotrophic 双季混合型 dimictic 淡水湖，这一水文属性是其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苏格兰高地山地湖泊的典型水文特征。寡营养型特征体现为水体营养盐含量极低，总氮浓度常年低于0.3毫克每升，总磷浓度低于 0.01 毫克每升，远低于富营养化湖泊浴池，浮游生物量有限，水体初级生产力偏低，这与流域基岩难风化，入流泥沙少，人类活动干扰弱密切相关。流域内无农业面源污染与工业营养盐输入。双季混合型则指湖泊水体每年发生2次完全混合，分别出现在春季升温初期3月至4月，
于秋季降温末期10月至11月，冰期时湖面虽无大面积封冻，但水体形成稳定温跃层，上下层水体交换受阻。夏季温跃层稳定存在于水深40至60米处，表层水温随气温波动，极端最高水温不超过18摄氏度，底层水温常年稳定在4摄氏度至6摄氏度。这一恒温层的存在，既保障了冷水性生物的生存环境，也使得湖泊水体热容量极大，对区域小气候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可缓冲周边气温的极端波动。值得注意的是，尼斯湖水体常年不封冻，即便在苏格兰高地的严寒冬季，表层水温也极少降至0摄氏度以下，近50年仅出现过3次局部薄冰现象。除了温跃层的热量交换作用，还得益于地下水的持续补给，断裂带裂隙中涌出的地下水温度恒定在5摄氏度至7摄氏度，单孔涌水量可达10至50 m 立方 h， 全湖地下水补给量占总补给量的 15% 左右，有效提升了整体水温，这也是冬季湖面易形成雾气的重要水温基础。尼斯湖的水体理化性质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是研究山地构造湖水质演化的理想样本。其理化参数常年保持稳定，年季波动幅度不超过 5%， 湖水整体呈弱酸性， pH 值常年稳定在6至 6.8 之间，均值为 6.4， 这与流域内泥炭层广泛分布有关。泥炭分解产生的腐殖酸随径流汇入湖泊，降低了水体碱度，且流域内无碳酸盐盐分布，无法中和酸性物质，水体碱度常年低于50毫克每升，水体透明度极低，实测透明度仅1至3米，远低于同区域其他湖泊。看似浑浊的水体并非源于泥沙，而是高浓度的腐殖质与悬浮胶体颗粒，这些物质主要来自周边泥炭地，粒径极小且带有负电荷，难以自然沉降，能够强烈吸收可见光，使得湖水呈现深褐色，水下光照条件极差。水下10米处光照强度不足表层的 1%， 水下20米以下几乎处于完全黑暗状态，这也是湖泊初级生产力偏低的重要原因。湖水的矿化度极低，总溶解固体含量不足100毫克每升，均值为78毫克每升，属于软水，离子组成以钙离子、镁离子、碳酸氢根为主，源自基岩的微弱风化，无明显人为污染输入，水质整体保持天然状态，是英国境内水质最优的内陆淡水水体之一，可直接作为饮用水源，也是苏格兰高地重要的战略水源地，被列入英国国家级水源保护名录。湖泊水文动态与水均衡特征是尼斯湖水文地理研究的核心内容，其水位年变幅较小，常年稳定在 0.5 至 1.2 米之间，极值变幅不超过 1.8 米。受降水季节分配与卡里多尼亚运河调度共同控制。苏格兰高地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降水均匀，年均降水量超1500毫米，季节分配差异小，入湖径流稳定，因此湖泊水位无剧烈波动。近100年水位记录未出现过断流或溢岸现象，入湖径流年总量约 8.2 亿立方米，出湖径流年总量约8亿立方米。剩余水量主要通过蒸发与地下水排泄损耗。蒸发量因水体温度低、风速大，年均蒸发量约400毫米，略高于区域陆地蒸发量。地下水排泄则通过湖底断裂裂隙进入深部基岩含水层，形成区域地下水循环的重要环节。排泄量约占总水量的 2%， 排泄的地下水最终汇入周边山地含水层。尼斯湖的水体滞留时间长达10至12年，远长于普通淡水湖一般1至3年。这意味着水体交换缓慢，一旦出现微量污染，极易在湖内富集，降解周期长达数十年，也使得湖泊对气候变迁的响应具有滞后性，能够长期记录区域环境变化信号，是古气候研究的优质载体。湖底沉积物可保存数千年的气候演化信息。尼斯湖流域的地质岩性与沉积特征是解读其演化历史的关键密码。湖周基岩主要为前寒武纪变质岩系，包括片麻岩、云母片岩、石英岩等。
形成于约5亿年前的深海沉积环境，经加里东造山运动变质变形而成。岩石硬度大，抗风化能力强，仅在断裂带区域存在破碎带，破碎带岩石风化速率是完整期岩的10倍以上。湖岸局部区域分布有古生代砂岩、页岩夹层，是造山运动后期的陆相沉积产物，厚度仅数米。而第4纪冰器物泥炭沉积则广泛覆盖于谷坡与谷底，厚度从数米到数十米不等。泥炭沉积主要形成于冰后期的湿润气候环境，有机质含量高达 60% 以上，是流域生态演化与气候变迁的直接记录载体。泥炭层的碳储量超1000万吨。湖底沉积物以细粒泥质沉积为主，夹有薄层沙质透镜体，沉积速率极低，年均沉积厚度不足 0.5 毫米，每1厘米沉积物可记录近20年的环境信息。深层沉积物保存了完整的冰后期气候、植被、人类活动信息。通过钻孔取样与孢粉分析、力度分析、同位素测年，可繁衍近万年以来苏格兰高地的气候旋回、植被演替与地壳运动轨迹。这也是尼斯湖在谷地理研究中的核心价值所在。目前已获取的沉积钻孔最深达12米，覆盖了全新市完整的沉积序列，为北大西洋地区古气候重建提供了核心数据。苏格兰大峡谷断层的活动性是尼斯湖区域地质灾害与地壳稳定性研究的重点。该断层属于休眠期活断层，整体处于稳定如滑状态，历史上曾发生多次中等强度地震。1768年至1906年间，断层周边累计记录到56次有感地震，最大震级约 5.5 级，震源深度较浅，多集中在10至20公里的地壳浅层，与断裂带的裂隙活动密切相关。地震多以微震、弱震为主，无破坏性地震记录。现代大地测量与地震监测数据显示，大峡谷断层仍存在微弱的水平滑移与垂直升降，年均滑移量不足1毫米，垂直升降量不足 0.5 毫米，属于低速活动断层。短期内无强震风险，但断层活动引发的微震会导致湖底裂隙开合，诱发地下水异常排泄、水体浊度短暂升高等现象，这也是部分水下异常现象的地质成因。微震引发的水体扰动持续时间通常不超过1小时。此外，湖岸陡坡区域存在小规模滑坡、崩塌风险，冰器物与泥炭层在暴雨、海浪侵蚀下易失稳，但因流域内人类活动稀少，地质灾害造成的影响极小。近100年来未发生过致灾性地质事件，仅局部出现过小范围岸线坍塌，未影响湖泊整体生态与水文格局。而尼斯湖水怪传说并非近代凭空出现，而是有着漫长的民俗演化与文化积淀脉络，其源头可追溯至凯尔特文明时期的苏格兰高地民间神话，距今已有超过1500年的历史，是凯尔特水神信仰的重要分支。在凯尔特人的原始信仰中，苏格兰高地的湖泊、河流均栖息着守护水域的水栖神兽，这类神兽被赋予神秘力量，既是水域的守护者，也会对惊扰水域的人类施加惩罚。尼斯湖作为高地最大的淡水湖，自然成为这类神话传说的核心载体。当地部落还会举行祭祀仪式，祈求水域平安。中世纪时期，基督教传入苏格兰高地，民间水怪神话被赋予宗教色彩。当地修道院的文献中曾记载，尼斯河水域有巨型水兽出没，惊扰渔民。这类记载多为宗教宣教的隐喻性表述，并非真实的目击记录，且文献中对水兽的形态描述模糊，仅以巨型、长尾、鳞甲等笼统词汇概括，与后世流传的水怪形象差异极大，更多是对未知自然力量的宗教化解读。16世纪以后，苏格兰高地的民间口述史中零星出现渔民、旅人目击湖中巨物的记载，但均为口口相传，无文字记录、影像或实物佐证，且描述版本各异，未形成统一的传说形象。这一阶段的传说仅局限于高地本地，未形成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影响力，仅作为当地民间故事代代相传。尼斯湖水怪传说的爆发式传播